好，我们直播开始啊！欢迎收看第1065期《北京不静音》啊，已经做了1065期节目了。那么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有这么几个目的啊。首先呢，大家看油管的时候啊，你到一个 UP 主的页面啊，它会有一个置顶的视频。这个置顶的视频呢，实际上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叫频道预告片啊，作为你从来没有订阅过这个频道啊新观众，那么你进到这个UP 主的页面，你会先看到这一个预告片。那我放的呢是前些日子第1000期节目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对这个频道的一个简介。然后还可以有一个置顶视频，是对于那些已经订阅这个频道的啊，你再来回访回看的时候，你就不会看到那个预告片了啊，你会看到另一个置顶视频，叫做精选视频。那这个精选视频啊，我想做一个更换，所以我今天做这期节目。什么内容呢？啊，对于那些订阅了我频道的，但是呢一看哦1000多期节目，我应该怎么看呢？有这么多的播放列表，好像也做了很多个不同的系列啊，所以我用今天这期节目把这些我频道的所有的内容，所有的播放列表是干嘛的，然后我做过的所有的系列，成功的、失败的，全给你们讲一遍啊。那么本期节目的最后的内容呢也很重要啊，我想做一个全新的系列啊，一个很大的系列啊，那么我会详细的讲解给你们啊，这个在这个全新的系列里我要做什么。好啊，那么首先呢，这个现在今天这期啊1065期了，这1000多期节目啊，在之前呢，我就是首先它有一个完整的播放列表啊，先给大家看啊，这个完整的播放列表呢就叫北京不静音啊，然后这1000多期节目全都在里面，按照顺序啊，而且这个播放列表是设定为播客的啊，你们可以直接用播客来听的。然后我这个频道不是有一个习惯嘛，就是我会把往期的节目一点一点的封存进入会员区啊，按照一个时间顺序来做，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今天我就在做这个事情啊，然后我就看到了2-3年前我做的一些节目，我讲的那些话题，有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做了这么多节目，其实有些话我说过我已经忘了，有些话题我做过我已经不记得了，还挺有意思的，看过去这些节目啊，所以呢。现在是这样，现在是前500期节目已经封存进入会员区了啊。那么我这个频道的会员分2档嘛，一档会员叫静心者，2档会员叫静流者。区别呢就在于这些封存进会员区的节目，大部分就是1档会员就都能看到了。现在大概1档会员能看至少500期的会员节目吧。那么有一些节目，大概有几十期节目，我觉得更成问题啊，更需要深入的交流和我来解释，所以我就把它们锁进了更高一档的2档会员才能看到的区域。那么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我每月会做1到2场的这个2档会员的专享直播啊，做深入交流，所以这就是这2档会员的区别了。那好啊。我今天在做这些封存的时候呢，我就在看啊，大概之前我尝试过把我这些节目做一些分类啊，那么我就当时做了3个播放列表啊，给大家看啊。第一个播放列表呢叫北静啊与书有关的节目啊，那么我就把一些我聊过的一些跟书有关的节目呢就汇总一下放到这个播放列表里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播放列表呢，叫北静啊与宗教和哲学有关的节目啊，因为我其实学习过很多的哲学和宗教的一些知识啊，那么熟悉我的老观众都知道啊，这方面我比较擅长去分析。那么这一类的节目也有一个专门的播放列表。然后第3个播放列表呢是
这个北京啊与影视、动漫、游戏有关的节目啊，这都是我的兴趣爱好。那我也是学电影出身的啊，所以呢有时候会聊一些这些啊，甚至呢就是通过这些影视作品，然后去触类旁通的聊一些别的话题，对吧？好，当时呢我做了这3个播放列表，但是当然这个没有办法涵盖这1000多期节目啊，所以呢接着给大家看啊。这是一个我后来建立的播放列表，就叫天使啊，因为本职是一位作家呢，所以我最重要的这部作品啊，《天使》这本书跟这本书有关的节目，我给汇总在这个播放列表里了，包括我最早去讲啊，我为什么叫北京啊，那都是我已经做了很久这个节目之后才告诉大家啊，为什么我叫北京呢？啊，等等的，啊，这个是跟这本书有关的。那还有一本书呢，是我现在正在写的，我这第4部作品啊，《虚舟之旅》。那么也有一个关于它的专属的播放列表。这个播放列表里面呢，大部分都是这个2档的竞流者会员的专享直播。我是每写完一章就会拿出来念给大家听啊。所以现在是正好也做个预告啊。那么下周3啊，就过2天，下周3的时候，2月11日，我会做这个新的一期啊，给大家念刚刚写完的第7章。那么这一章呢有一点特别，因为2月11号啊是于朦胧啊离开我们5个月的日子啊，我想做一期节目纪念一下他。那么我之前承诺过，我说要把他作为一个角色写进我这本书里啊。那我实际上之前有一些隐喻，有一些象征没有点透啊。那么到第7章啊，这个关于这个人物的描述正式出现了啊，我已经把它写进去了。那么所以正好在2月11号那天念给大家听。所以说到于朦胧呢，就会有这么一个播放列表啊，是我讲的所有跟于朦胧有关的事情。实际上一直是在 Justice for 于朦胧吧，在为他去讨这个公道。但其实借着他这个热点话题，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啊从来不会听像我这样的频道啊，那么正好是一个机会，所以我借着他这个热点话题讲了很多方方面面的围绕着他的各种角度啊的可以讲的内容。这个也做了30多集在这个播放列表里，所以这个事情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一个呢是我觉得围绕着某一个主题可以做一系列的节目啊，形成一个系列，这个是更有针对性的，然后观众也会培养起一种收听的粘性啊。那么他可能关注这个热点话题，然后呢比如相信北京的这个人品啊，相信北京的真诚，愿意听，那我就正好可以把很多他平时听不到的声音告诉他啊。这个是在于朦胧这个事情上我得到一些启发。还有呢就是于朦胧这个事情呢给我另一个启发，就是我发现呢，虽然我在这里说中文但是呢我的观众是来自全球的啊，我当时统计过啊，有当时都70、80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啊，什么语言的都有。所以我想怎么办呢？我说的是中文啊，我这个英文也很烂啊，其他语言更不会说啊，那我只能做字幕。所以呢就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播放列表啊，就是北京 Talking with CC English Subtitles， 就是配上了英文字幕的节目。那我等于是从做于朦胧那些节目开始我几乎每一期节目都会加上这个英文的 CC 字幕啊，基本每一句都是我自己校对的了，很认真的做啊。那么因为英文的 CC 字幕呢，可以自动翻译成各种语言，各国语言啊，所以就是你是法语也好，西班牙语啊，阿拉伯语什么，你都能看到这个字幕啊。现在这个播放列表也快有100期节目了，已经就是实际上你如果听不懂中文，你在我这个频道里也有差不多100期节目可以去看啊，可以去理解。现在呢只有说像类似北京对话这样的节目，或者很长时间的直播，比如像今天这样的，那我就很难去做到一字一句的校对那个英文字幕了，所以我就会
机器生成出来的啊，这个我也没办法校对了，我就上传了，所以这个就不太好意思啊，理解一下。然后呢，除了这个英文字幕的呢，还有这么一个播放列表啊，就纯粹是我试着用英文来做的节目啊，现在也做了7场了啊，英文水平很有限啊，没有办法像说中文这样去侃侃而谈，完全脱稿的啊，因为我的节目特色就是从头到尾啊，一镜到底，我也没有准备什么稿件在前面去对着念啊，什么都没有，也不加后期的剪辑啊，所以中间如果停顿了或者怎么样，都是很真实的反应啊。但是我说英文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大家看到的，我做过这7期这个英文节目啊，实际上是提前写好了稿子啊，我是照着去读的啊，这个得多包涵啊，因为这事儿很有意思，对我来说，实际上我也等于在练习我的英文。那当然了，有一些话题，我觉得说给华语世界的观众有点没意思了，因为可能我讲的太多了。但是说给非华语的观众呢，他们可能没听过啊，这个所以值得跟他们说啊。所以这样的这个英文的节目呢，我以后还会做啊，但不会做很多啊，但是应该还会做一些。好，接着讲到一些重头戏啊，我有这么几个系列节目呢，都是以北境讲什么什么东西开头的啊。这个呢是我最早做的，叫北境讲老子和道德经。其实这个系列呢，当时是我对它寄予厚望啊，因为对于老子的这个智慧的研究呢，我是做的非常深入的。大家其实看到的华语世界里这些什么讲老子，这都讲的不对啊！这就是我当时想要做一期节目，从这个最深的、最纯的智慧层面把一些东西点透。其实如果点透了呢，你用这些智慧去看这些世间的事情啊，就很明白。结果呢，这个系列呢，我觉得算做的比较失败啊，因为没什么人看。因为可能当时这个订阅人数也不多啊，然后这个也不是什么跟热点话题有关的，所以可能油管也不推荐这个系列，反正就是观看量很低。而且呢，虽然讲的是老子和道德经啊，但是我并没有依托那本经书来讲啊，实际上可以完全脱离那本经书，不是一字一句在那里讲。所以讲了5讲之后，我觉得不想讲了啊，因为其实再多讲也是这些智慧啊，这顶多用一些经文，然后用一些例子，其实讲的实质内容是一样。其实有这5讲也够啊。那我想就这样吧啊，我讲点别的吧。这样的形式或者这样的一个纯精神层面的东西，可能听的人不多。后来呢，这个系列就也都变成会员专享了。这应该是1档会员就可以看。好，接着呢，这个是我重头戏做的一个系列了，就是北境讲文化大革命啊，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啊。我用了1年半的时间啊，做了这28讲，把文革系统性的全都讲清楚了啊。那么，为什么要拖1年半呢？是因为这个备课呀，你要准备很多资料，然后讲的时候呢也很费劲。做字幕也很费劲，因为当时呢，我还是用一种什么方式在做字幕呢？是直接做进视频里啊，中文的一字一句的校对的这个字幕，都不是这种字幕文件了，跟现在不一样。所以我当时差不多1个月啊，只能做1、2期这个节目啊，用了1年半的时间啊，把这个28讲讲完了。这个系列呢，我应该。目前的想法是我永远不会把它锁进会员区就希望，而且呢，最近油管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可以把你一个播放列表升级成是课程。我不知道这个课程有什么意义，就是它是油管会更推荐呢，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呢，我就把刚才大家看到的
就是北京讲老子啊那个系列和这个讲文化大革命这个系列啊，就是都把他们这个播放列表升级成课程了。OK 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大家看啊，我还讲过这么一个小系列，就6集，就是北京讲新疆在教育营。那这个我当时也把它升级成课程了，但是呢，没2天油管就自动的就把它取消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试过2、3次啊，都是会被油管取消，就油管不认为它是课程。我不知道是太敏感呢，还是因为里面讲述的这些发生在新疆在教育营的事情太血腥、太残忍啊，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系列也挺推荐大家听的，因为华语世界普遍都是说很多人都在说这个新疆在教育营不存在啊之类的，所以听听啊，你就知道都发生了什么。好，现在这个呢是我目前做的3个系列啊，北京讲什么什么。我觉得今年有可能，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我要把手头这个东西写完啊。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时候，我会开始做一个全新的系列啊，叫北京讲心经啊，就佛教里这个心经。我还是想回到这个精神层面去讲一些纯智慧的东西啊，就像这个讲老子那样啊。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听，会不会有人想听。那是直接变成会员节目，还是我就敞开了来做，我都没想好啊，这个到时候再跟大家说。好，接着啊，这个是本频道的一个重要的系列了，就是北京对话了。因为平常做节目都是一个人在这里说啊，那么我也希望我的观众可以听到啊特别多的不同的声音，这是我从第1期节目就建议大家的啊，就兼听则明嘛。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个对话系列啊，去找不同的嘉宾。我没有任何的立场啊，没有任何立场，就是你即便是亲共的，我也欢迎，你也可以来跟我聊啊，你为什么亲共啊？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都可以，没有关系的啊。比如说我之前有批评法轮功，对吧？但如果你是一个法轮功也没关系啊，你也可以来跟我对话。所以对话的门，我是希望向所有人敞开的啊。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说真话啊，说真话。那你如果不说真话，我当时也不知道的话啊，那就看之后了啊。之后如果我发现哪个嘉宾跟我说的不是真话，那我就会做2个处理啊。一个处理是我就再也不邀请这个嘉宾来了。那么第2个处理呢，就是我会把我们对话的那一期节目锁进会员区，就不能开放了啊。我只是在有的就直接锁进2档会员区了。我们只做一个内部的交流用了啊。北京对话呢，现在到目前为止做了109场，前100场是我专门设计的一种封面啊，那个封面上会有这个日期呀，然后嘉宾是第几次来啊，等等很多信息都在那个封面上啊。然后100场之后，我就更改了这个封面图啊，最近的这9场就是大家看到的这种全新的这个封面图。目前呢，109场来过73位不同的嘉宾啊。我当时给这个系列对话呢设定了2个100的目标啊。第一个是做到100场，这个已经达成了。第2个目标呢是和100位不同的嘉宾做对话。那现在已经完成了73了啊，那继续努力。其实挺不好找的啊，因为我这儿也不是一个大 V， 也没有流量，对吧？也不给这个嘉宾这个出场费啊，所以完全是大家兴趣相投，愿意来聊聊天就做这样的对话。那北京对话的特色呢，我觉得老观众都知道，但是因为今天这期节目是有可能会很多新观众会看啊，了解我这个频道到底是在做什么。北京对话特色呢，第一是完全即兴直播啊，我们没有串稿，我也不是访谈啊，不是采访，是对话，所以我当然会问嘉宾一些问题，其实我也欢迎嘉宾问我问题。那么这个对话呢，会有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我跟嘉宾我们商量好的，就大致聊这个主题，大致聊这个方向，具体聊什么，不再商量了，直接直播见。也没有后期的剪辑
所以呢就特别真实的一个反应。有的时候聊1个小时，有的时候2个小时啊，甚至2个多小时都聊过。那就看嘉宾愿意不愿意说了啊。我呢的角色就是尽量的让嘉宾把更多的话说出来啊，不要冷场。以及呢，我听嘉宾讲述这个主题，我脑子里产生的问题，我会问他啊，这样形成一个对话。所以内容还是挺丰富的啊，什么话题都有，什么立场的嘉宾都有啊。这个目前除了非洲之外啊，各大洲都来过嘉宾啊，然后什么中国人、外国人啊，什么也都有啊。我定义这个系列呢是华语世界的我没敢叫最多元啊，但是其实也差不多。但是我叫它是华语世界的多元对话节目啊，非常多元。好，那么这个对话呢，就是这个系列呢又产生了3个子系列啊，就是因为有嘉宾来跟我对话说，哎，那我们能不能做成固定的啊？我们每周都对话1场，那我就变成固定嘉宾了。我说可以啊，欢迎啊，嘉宾有水平我就欢迎啊。所以呢，就有了这个第1个子系列，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啊，静候老马，对吧？当时这个老马作为固定嘉宾啊，他说我们要不要每周对话1场，就开始了。这个系列呢，实际上是做了48场啊，因为我跟老马呢在北京对话做过第1场，然后到这个单独一个系列里面做了48场，等于49场对话吧。那做到中途的时候呢，这个老马就说，那我们就做50场啊，好。结果最后这50场也没做完啊，我自己单独做了1场，补上了这第50场。现在整个这个系列呢都被锁进了2档会员区啊，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之前其实给大家讲过，对吧？但是呢，我还想多说2句，就是这个系列算不算成功呢？不好说，一半一半。因为我的初衷，我是想找这么一位嘉宾呢，给大家讲一讲啊伊斯兰教的知识，讲一讲这个中东地区的知识。我觉得这个是华语世界特别稀缺的一种声音啊，所以我跟这个老马来做这个对话，而且呢正好赶上当时这个哈马斯跟以色列这个事情，2023年10月7号，那老马当时在承受一个华语世界的网暴啊，我就觉得 OK， 那更应该让这个声音发出来。但是呢，我是挺希望啊，他作为一个局内人，可以给我们好好分析一下中东的一些实质的问题，以及呢，在宗教层面，伊斯兰教本身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你可以看早期的目录啊，我能拟定的一些标题呢，我都是在往这个方面去引导，希望他能就是说也说优点，也说缺点啊，全面的分析给我们听。但是比较遗憾，就是没有实现啊。你们大家熟悉的都知道老马的风格。都知道这个实际上在节目中他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呢，我觉得后来我也妥协了啊，我觉得可能人家不愿意谈不愿意做这个一些自我反省，这个都无所谓。那只要他把他经历过的这些我们不知道的这些事情他能说出来，那也算是一种收获吧，对吧？大家每周听一听啊，讲一些中东的事情，大家没听过呀，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做这个系列。但是最后呢，说要做50场，那我想最后1场了，总可以把这个节目的初衷，关于这个伊斯兰教最本质的问题，我的理解和他的理解可以碰撞一下吧，对吧？所以我就跟他说了这个提议，结果人家就挺不高兴的啊，这个就是有了心结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不做啊，也不回复我，这个，那我只能把这个系列结束了。那再后来的事情大家知道了啊，推特上这个，我就说了1、2句话啊，质疑他1、2句话有没有说的是真话，就被拉黑了，就这么个情况，对吧？所以你说这个系列算成功吗？我不知道。其实对于这个本频道的成长来说，是可以算是失败的啊，因为有这个系列的存在呢，我的这个订阅量上涨了非常的慢啊，因为整个华语世界对这个老马的偏见其实是挺大的。
其实他人呢还是不错啊，人的本性还是不错，我的看法啊。然后，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最后还是这么不愉快呢？就是我在他这么承受网暴的时候，我去替他说话，我替他做这么多事情，为什么还是把我拉黑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些可能本质上的傲慢吧，啊，这是我的看法，就是不能够聊伊斯兰教的本质问题啊，不能够说challenge 啊，说你是不是讲了真话等等的，所以就是有一些本质的傲慢，这个是遮掩不住的。所以 anyway 吧，这个系列反正结束了啊，我也就讲到这里。因为已经锁进2档会员区了，那纯粹做内部的这个备案啊交流用，所以如果你特别感兴趣想听的或者想重温的，那你只能充会员了啊。好，这个是北京对话系列的一个子系列啊，结束了。那么好，第2个子系列就是这个跟陈军先生做的这个叫静文陈述啊。这个系列呢，在这个系列内部做了8场对话，然后之前在北京对话里呢，跟陈军先生还做了2场对话，所以总共10场对话都在这个列表里。这个列表现在也被锁进了这个2档会员区啊，也被锁起来了，等于这个系列也完结了。这个故事前几天啊，我做这个陈军先生那期节目的时候，我也给大家讲了为什么，对吧？就是作为一个固定嘉宾，那么后来他干涉我的频道的其他内容啊，这个就越界了，因为跟他没有关系嘛，只在这个系列里聊可以。那你去说我其他节目哪些话题该不该说的，这就不合适了，对吧？当然了，这种东西是一个双向选择了啊，人家可能也觉得，我的这个频道可能有的时候啊，对于这个中国或者中共的问题批评的可能，人家不喜欢，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 anyway 啊，我觉得这个系列呢也是他没有做完，对吧？因为当时也没说要做多少期，包括9、10、11、12这些期的标题也都起好，但是没有做，挺可惜的。因为我觉得无论怎么样呢，陈军先生还是一个在折辩方面很有水平的一个人啊。你不管他的这个动机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啊，诛心论的东西我们也不好猜，但是呢，纯粹在文字造诣上啊，谈吐和这个做人的风度上啊，还是很不错的一个人，对吧？所以我还是挺愿意跟他对话的，至少可以让我的观众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这就是我做北京对话的这个初衷。我不是100%赞同这个每一位嘉宾的每一句话，这不可能，对吧？但是我搭一个平台啊，让这个华语世界能够流通，能够对话，让这些声音能够发出来就 OK 了。好，这个系列就讲完了啊。然后北京对话还有一个系列，第3个子系列，这个系列就确实就很失败了啊，给大家看啊。首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播放列表呢叫 test， 就是测试，这个实际上是在本频道2022年11月24日是本频道做的第1期节目，在那一期节目之前，现在这个 test 就测试这个播放列表就已经存在了啊，因为我当时要测试麦克风啊，测试这个摄像头啊什么的，包括大家看上面有一个这个最上面这个有露着我的脸的这个 test 6啊，第6测试。这个第6测试的时候，我就尝试着真人露脸了啊，做了一个测试，看看行不行啊，讲讲话。当然了，这个 test 这个里面也都这个播放列表里的都是锁进会员区的啊，这个其实你也不用看啊，你纯粹八卦好奇，你充了会员，你可以看一看。包括还有后来我做的一些这个游戏直播的一些小测试啊，都在这里面。然后你们看啊，最下面大家看到了，最下面有一张斯大林的脸，这是我频道的第950期节目。这个本来呢是我做的北京对话的第3个子系列啊，叫静思博识啊，是和这个叶博啊我们想做的，因为叶博呢是一哈萨克人，那么他对于这个新疆啊的很多的这个历史是非常熟悉的啊，他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我想做这么一个系列，因为大家对于新疆或者有的人就是愿意叫东突厥斯坦啊，那么很不了解。我觉得所有的争论你要基于一个对事实的了解才有可能
去聊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想找这么一个嘉宾啊，把他了解这些史实去说出来。好，那么这个系列现在已经就只做了一期啊，就夭折了啊。整个这个系列我都没有去建播放列表，因为就这么一期节目，而且这期节目还作废了，所以这个没有播放列表的存在的意义嘛。于是我就把这一期节目呢就放到这个 test 啊测试的这个播放列表里存放了啊，也是直接锁进2档会员区了。这个节目本身算已作废，为什么？是因为呢，我不确定这个嘉宾在这个节目里讲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史实，是不是真的，我确定不了了。也有一些观众听了之后对嘉宾产生质疑啊，然后嘉宾的回复也非常的不客气啊。后来呢，还发生了一些我跟嘉宾之间的一些私事，就是这个就不讲出来，但是呢，我就发现嘉宾的有的时候表现的特别偏执。这个是我不太喜欢的一种品质啊，就是如果只是一期的对话，这个嘉宾很偏执呢，说完就完了。如果是一个固定的嘉宾呢，每期就是他如果是一个很偏执的人啊，甚至有说对于这个，因为是这样啊，在新疆这个问题上，我一贯的立场是说，我非常支持维吾尔人啊，我完全关切他们的一个人权状态。那么对于以后未来，如果说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想要独立，变成一个叫东突厥斯坦的这个国家我也支持啊。谁想独立我都支持啊，你不想独立我也支持，就只要是你自己的一个没有人强迫你的一个意愿，我都支持啊。所以呢，但是我不支持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暴力的表达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支持东突厥斯坦独立的人，他会有一些暴力的表达，比如我要杀光所有在新疆的汉人，我要怎么样把你们全驱逐出去，有这样的言论，对吧？这样的言论我是不支持的所以如果有人想说这样的言论，那你跑到我的这种对话节目里来说的话，你作为固定嘉宾肯定不行你作为这么一期的嘉宾，我可能不知道，但是现场我也有可能会怼你大概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也是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一个第3个子系列彻底夭折的一个原因。那么好，以后会不会还有固定嘉宾，我们变成有第4个子系列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目前我没有找到这样的嘉宾而且呢，以我目前的一个经历，因为我今年的写作任务很重，大家最近也发现了，我之前都是能够保持日更的，最近一段时间基本都是1.5天。或者甚至2天才能做一更了，对吧？我就很难做到日更，也因为很多节目做的时间很长，也因为就是我的大部分的思绪都在写作里面，所以这个有没有可能再来固定嘉宾？有可能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好，接着讲那么当时呢，北京对话呢，技术条件有限，就只能1对1的嘉宾对话。后来实现了之后，我也做过3个嘉宾甚至4个嘉宾一起做对话，做过这么几期，对吧？大家都有印象。那么在当时不可以的时候，只能1对1的时候呢，我在想怎么样能有更多的人一起聊这个事情呢？我技术方面不懂好，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来找我合作，就是顾京就说那我们一块弄一个新的频道，他来负责技术我来当这个主持人，然后把华语世界我们找不同的声音，大家一块来做对话，开 party。我觉得这个挺好，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个等于算是我现在这个主频道的一个副频道就叫不静音派对这个频道。那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播放列表是在我主频道里单列的一个，里面的这些内容都是从那个频道拽过来的所以你从这个播放列表里去看也可以。好，当时呢真的是如火如荼就是非常辛苦，因为呢我和当时这位技术合伙人呢，他在美国对吧，我们有时差，然后找的所有的来做这个派对的嘉宾也是来自全球的，所以要整个因为要汇聚在一起，要找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所以当时我又要做自己的频道的节目日更，我还要做这个频道的节目非常辛苦。当时全球弄了最多的时候应该有超过10个策划组就是一个嘉宾和我们一块儿去策划我们做什么样的派对节目，很丰富
啊，当时做你看有讲移民的，有讲旅游的，什么当时还策划有要讲游戏的，讲美食的，讲什么讲历史的，什么都有啊，讲风土人情的什么都有啊。但是很遗憾呢，就是这个当时也做了25场派对吧，啊，然后突然就终止了啊，因为我这个技术合伙人突然就不干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不说。所以没有这个技术支持，我们就做不下去了啊。然后那就这个频道当时就暂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前一阵儿我才把这个频道给重新激活。那现在就没有合伙人了，就是像我这个频道一样，就是我一个人啊，完全没有团队。现在这个频道激活之后就做什么呢？主要3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原本这个频道想提供给华语世界的，就是一个平台。因为现在我这方面技术我现在掌握了，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小演播室的方式啊，我现在来多少嘉宾都可以啊，大家都可以一块聊。只是我有没有时间去策划这样的派对啊？因为你要跟人家去约，然后约过来啊，做这么一场派对。我现在是没有这个时间，但是这个平台存在，就是我说的，我们留一个火种啊，给华语世界留这么一个平台。大家想用，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你也想自己做一期节目，但是你没有精力自己做一个频道，那你可以来找我啊，我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平台，然后你就过来，我们来做一期节目，做这么一场派对。我现在依然给你们敞开这样的一个平台啊，你想做，我配合你啊，帮助你在华语世界发声。这是这个频道我把它复活的第一个功能，就是接续上原来的这个梦想啊。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在我这个主频道啊，北京不静音，我原来会做，有的时候我会做这个游戏直播啊。有的人爱看，有的人觉得跟我聊的什么观念，因为我这个频道是关于观念的嘛啊，有的人觉得没关系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吧。我就把所有跟游戏直播有关的就全都挪到我这个副频道不静音派对了啊，因为是派对嘛，我觉得跟这个玩游戏这个也很贴合啊。当然挪过去之后，我就只做了1场，就大家看到封面这个啊，就拼这个乐高这个游戏机啊。那所以以后如果我做游戏直播给大家介绍一些游戏玩啊、好玩啊什么的，都会在这个副频道去做啊，也欢迎大家去订阅。好，那么这个的第3个现在的功能呢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周末爱世界啊，这一个系列节目。其实这个系列节目呢是之前不静音派对这个频道在上一次就是停止更新之前，当时我们有一个群啊，我和那个技术合伙人还有好几位这个 UP 主啊，我们都在汇聚在一起。说我们要不要做这么一个周末爱世界的节目，就每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啊，聊一聊这一周发生在全世界的以及华语世界的这些事情啊。当时还在策划，结果突然那个技术合伙人就不干了啊，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整个这个群就散了啊。所以anyway 呢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就要讲这些东西啊，所以观众你们的留言呢，我最后看看有没有时间回应一下啊。现在过程中我就不念你们的留言了。好，那么前一阵呢，我想把不静音派对这个频道复活的时候，我想那我就要把周末爱世界这个节目做起来，所以我自己做啊，我自己做。最初呢是在这个北京不静音这个主频道做了几期啊，做了几期之后，我觉得大家也接受这个方式啊，也算 OK。那好，我就把它正式的挪回到这个不静音派对这个频道，就在那儿做了。所以现在每周日是在那个频道，我会有一场这个直播啊。当然了，就是本频道也有这么一个播放列表啊，你们想看的话也都可以看到啊。这个每一场派对，现在这个派对也做了几场了，24场了吧？也做了24场了。这个系列会一直做下去啊，偶尔会。某个周日我很忙或者出去旅游停一下，但是这个系列我会一直做下去，因为我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啊，也不是固定嘉宾说人家就不干了，或者说我的什么有个管技术的人就不干了，都没有，就我一个人，所有的这些技术什么团队就我一个人操作这事儿，所以我就只要我愿意做下去，他就可以一直做下去这个系列啊。当然了，它就是这个系列是为了跟大家交流的，不是我一个人讲
啊，所以我也特希望你们能够参与进来，或者你们有什么好的点子，咱们怎么能够每周日啊有这么一个平台，大家啊交流起来玩起来啊，这个 anyway 吧，反正我先一个人往前冲啊，往前做下去。好，接着讲啊，这儿还有这么一个播放列表，叫北境在别处啊。这是什么播放列表呢？就是我不是在我自己的这些频道里被别人邀请去在别人的频道或者在别的地方做的节目，我会放到这儿啊。当然了，目前只有一期啊，就是之前这个威廉邀请我去啊，他做了一场华语世界的辩论赛啊，邀请我去做这个评委点评几句啊，所以就只有这么一期节目，那就这个比较失败是吧？很多人看起来就是你看就没有人邀请你，就是华语世界没有人邀请我啊，也没有什么大的媒体说采访我啊，你为什么论述中国呀？你这个写的书在中国怎么被禁了？你做这个频道是为了什么啊？做了3年多啊，反正没有任何人问我，因为你们都知道我是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啊，这个周末爱世界我没有办法晚一点开始，因为我这儿的时间，我只能早一点开始，晚一点，其实可以晚一点啊，但是最多也只能晚个半个小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就是比现在时间晚半个小时开始，这个我可以调整。好，接着说啊，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一个人，对吧？我甚至连团队都没有。那么这个独立性很强，就意味着我不是什么轮系啊，是吧？我也不是什么这个党国派出来的呀，就是我背后没有组织，我背后也没有金主，我也没有跟什么人形成一个矩阵。Anyway， 就是所以呢，我在华语世界就是一个挺独特的存在啊，就是因为很多人会给我扣一些不实的帽子啊，比如说我是反贼，我不认，对吧？说我是知黑，我也不认；说我是黄左派，我也不认。我现在的简介都改了嘛，就大家可以看到我频道的简介，直接告诉你们不要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论的去看我，我不是左派，我也不是右派，对吧？我不是粉红，我也不是反贼，我也不是什么知黑，这些我都不是。所以什么都不是的一个结果就是好像跟谁都不太亲啊，然后大家就觉得那很模糊啊，北京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立场？好像谁都在骂他，对吧？因为我哪波人都不是啊，我哪边都不站啊，所以哪边人都有人骂我，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就感觉是一个被很多人所不喜欢的人啊，这个是挺奇怪的。大熊啊，这样啊，你不要在我这里留这些，我今天不会讲这些话题，因为没有时间，我要今天把这期节目讲清楚就 OK 了。所以你留这些，你可以你给我写邮件就行了啊，你把你要问的这些问题，希望我讲的，你写邮件啊，这个也是欢迎大家给我发这个邮件啊，邮件地址你都可以在我本频道找到。你想听我聊什么话题之类的，或者你对我频道有什么建议，你都给我发邮件。你现在在这个直播间里留这些东西，我是不会去回看的，所以我也记录不下来。你给我发邮件就行了，好吧？所以 anyway， 说完这个播放列表就是这个情况啊。我当然我希望可以跟任何人对话，就是你比如你是一个 UP 主，我是不看流量的啊。你是100万的订阅者也 OK， 你就100个人或者不到100个人订阅，我都不看这个东西的。你可以找我去跟你对话，或者跟你去做节目，我欢迎啊。然后做了节目我都会放到这儿啊。北境在别处说了什么，对吧？所以这个播放列表现在就这么一期节目啊，当然我觉得也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好，接着呢还有现在最近新建了这么一个播放列表啊，叫这个史料库，这个就不能算作我的节目了啊。这我现在1065期节目不包含这2期节目啊，这就是我发现的一些我认为需要保存下来的一些史料啊。最早是这个徐勤先接受这个审判的这个6个多小时，当时是
整个话语世界都在存嘛，是吧？这个史料我就把它保存下来了，上传到这里啊，大家自己愿意去看啊。我这个我也不去点评。昨天呢还上传了一个新的，我最近看到的叫6·4的一个纪录片啊，法国拍的，叫这个黄雀行动啊。那我也是把它保存在这里了。所以这种大的完整的这种史料级的影像，我搜集到的就会上传到这个播放列表里啊，做一个资料备份吧。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观众问说，这个没有话题想对话。不，你首先是这样啊，你真的想跟我对话呢，我都欢迎。然后你露不露脸，我是开放的。原来我的要求是必须要真人露脸，我们要交流嘛，对吧？有表情的交流，并且有这个真实度。后来从这个李老师来跟我做对话开始就破戒了啊，因为他比较敏感。他的这个安全问题我都能理解，所以从那儿呢我也在调整。后面就有一些嘉宾就是不愿意露脸，我说那就不露脸啊，你就把摄像头对准一个玩偶，或者干脆就关了摄像头啊，都行。所以露不露脸现在不是问题啊。那聊什么话题呢？我们可以商量啊，可以商量。如果你真的想跟我对话，你就给我发这个，在推特上给我发私信也可以，推特也可以打语音嘛，对吧？我们都可以这样交流一下。对，你可以用，当然了，我给你把你这个打出来啊，你用这个3D 这个 VRM 这个虚拟形象可以啊，我很欢迎啊，我也很想了解这些技术啊，对吧？你甚至你可以聊你是怎么做出这个虚拟形象的，你用了什么软件，然后你现在接触到的这些新的好玩的东西都可以聊，什么都可以聊啊。然后也欢迎你给我写邮件。对吧？我把这个邮件地址我也给你们打出来，你可以给我发邮件啊，就是这个208studio@gmail.com， 这个你就OK， 对你的频道那 OK 啊，没有问题啊，我们可以聊啊，你给我发私信，然后我们商量好一个时间，商量好一个主题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聊，做一场对话啊，欢迎啊。好啊，那这个播放列表我就讲到这里了，史料库啊，大家愿意看就自己去看，我也会慢慢把它丰富起来。接着呢，还有这么一个播放列表，叫 From 啊，2084 Studio。2084 Studio 呢是我个人创立的一个内容创作工作室啊，因为大家知道我本职是一个作家，然后我也写电影剧本。那么我写完最重要的《天使》那本书之后，那我就从那儿去引申出了一整个的一个科幻的系列 IP， 那有非常多的故事线，非常多的角色。那么怎么去孵化这些内容啊？我当时在润出来之前，实际上是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当然，我润出来之后，这些就完全断掉了。那我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作室，重新的继续做我这个 IP， 就是这个2084 Studio。那我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关于这些创作呀，还有我个人的这个网站啊，也欢迎大家去看，就是这个我也打到这个屏幕上了啊，这个2084studio.com， 这个是个人的网站啊，里面也会持续增加一些内容。那么同时呢，就会有什么呢？就是这个我还有另外一个频道啊，实际上我有3个频道。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这个主频道北京不静音，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介绍过那个副频道啊，不静音派对。那么还有第3个频道，就是这个208 Studio 这个频道。这个频道呢，实际上就是我就会做一些跟这个科幻系列 IP 的内容生成有关的，有一些歌曲啊，有一些视频啊，然后有一些 AI 做的一些东西啊，包括我现在写的《虚舟之旅》这本书啊，这本书写完之后，我也会考虑把它做成一些AI 的这种影像类的东西，以及呢甚至做成游戏。那么这些东西的更新我都会放到2084 Studio 那个频道。那在本频道的这个播放列表，就是把那个频道做的东西都纳入到这个播放列表里啊，你们也可以跳转过去看。对，你们都可以给我写邮件，就是这个邮件地址啊，这个2084studio@gmail.com， 给我写邮件就可以了。好啊，我们接着往下讲啊。
这个是本频道的另一个很大的特色了啊，这个播放列表叫北境解构啊。我知道呢，很多人很喜欢我做北境解构，但其实我每一期节目都是北境解构啊。当初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一个系列呢？就是因为我一直保持日更嘛。那么日更，你们知道我这个频道聊的是观念的问题啊，当然了，就是纯聊观念的问题，就会发生像我讲老子道德经那个系列没人看，就是标题封面什么的都不吸引人，油管也不推，那我觉得也对不起我的时间跟精力嘛，对不对？所以我平时日更的节目，你还是要聊一些热点话题啊，通过这些热点话题来引流，但实际上讲的是背后的观念问题啊，这就是我的一个曲线救国路线。那当然做日更呢，就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一些碎片化的想法，对吧？我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去做一些很漂亮的动画呀，吸引你们看呀，就在这里一个人在这里讲，是吧？有的时候有些问题就没有讲透啊，因为可能今天讲一点，明天讲一点，因为都是一些很碎片的、很真实的嘛，真情实感的跟你们交流了。那我当时就觉得有一些主题我可以就是解构的更细致一点啊，所以就开始做这个北境解构这个系列啊。这个系列呢，就很多人很喜欢啊。那我也会继续做啊，有些各种各样的话题啊，我觉得哪个东西我想解构一下，就用这个节目来做了。那从这个系列呢，最近呢衍生出了一个全新的系列节目啊。那你们可能最近看我节目应该就比较熟悉了，就是这个中共认知战人物录这个系列，对吧？这个系列现在做了10集，那我说了阶段性的完结了，因为你说再多的人物，我做到100集都能做，就是你华语世界可以去这个解构的人物太多了啊，你做100集都可以做，但是其实有的人没有必要做，因为很多人啊，他是一个矩阵内的啊，他是一个阵营内的，他的这个在这个中共认知战里的生态位是基本是一致的，就他们要达到的这一伙人想达到这个目的是差不多的，他所用的那个招数也是差不多的，那我就没有必要我做很多期节目，只是因为人名不同，对吧？因为咱们也不是说就是针对着这些人名去的，我们是看它背后的这个类型这个模式的。所以我目前觉得做这10集差不多啊，我现在所能想到的各种各样的类型模式就差不多都在这里边了啊。当然我也不只说了这10个人物嘛，里边还提到一些人，对吧？只是没有当标题来用。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北境解构的方式啊。其实这10集都是北境解构，就是非常深入的。如果是视频，可能就是第几分钟、第几秒这个人说的那个话什么意思啊？文章上来说，就是第几行、第几个字儿，它的潜台词是什么，我就分析给你们听啊。这个就是我最近尝试的，我觉得挺好，因为这样的节目，我发现其实大家也是爱看的啊，就完全拆解清楚啊。所以呢，由此呢，我就萌生了一个全新的想法了。啊，这就是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本频道的马上啊，我要做一个全新的系列啊。这个系列的名字呢，就叫辱华的华，中文名啊就叫辱华的华。那么英文名呢，就叫 When China Becomes 华。我会给你们用今天这期节目啊，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因为这个系列理论上是做不完的啊，理论上它没有完结的时候啊，不是说像我讲这个文化大革命啊，28讲讲完了，对吧？虽然那个也是算阶段性完结吧，如果后边我还想补充什么，我也可以做29讲，但是总归算是阶段性完结了。你像这个人物录也算是阶段性完结啊，当然也保不齐我哪天又做一个第11个人物，也有可能，但是现在没想法。所以呢，但是这个系列，我觉得是做不完的啊，做不完的，我会一直做下去，这是有一个很大的野心的，想做这个系列啊，所以我现在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系列我到底要做什么。
我写了一个很长的说明我想我念一下吧。然后我在本频道的这个社群里，我也贴了这个长贴文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这个文字我就说，辱华呢，已经成为了近年公共语境中的一个高度频繁却极少被细究的词语它往往被用来指控某种冒犯、伤害或者不尊重，但在实际运作中呢，被称为辱华的，早已不只是一个具体的行为或一句明确的侮辱话语了。就我觉得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辱华呀，大家经常挂在嘴边说，对吧？粉红也说，什么人都说，但到底什么是辱华呢？就是辱不用解释，对不对？最需要解释的是华这个字儿，所以我这个题目叫辱华的华，重点是这个华字儿。因为华呢，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英文里它没有这个词儿。说到华呢，或者辱华呢，就是英文里就是 China， 它等于就是变成了侮辱 China。那这就有意思了，对吧？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中文母语的，你一定知道中国跟华它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对不对？因为华这个概念是大于中国这个概念的。你比如说华语，那不是说只有中国人说的是华语，对吧？全世界讲华语的人很多，这只是从华语这一个词儿来说。而且华这个字是一个很美好的字儿，对吧？你穿的衣服很华丽，你用的语言很华丽你的这个文明创造很华丽，这都是很好的。你可以认为是这个文明创造中的精髓的部分。那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不分国界的。所以我觉得辱华这个词是有问题的，对吧？当然了，大家一定记住我这个系列不是只聊辱华一个辱华事件来了，然后好像我要去洗白什么，不是干这个事儿。重点是华这个字，我这个系列重点是华这个字，不是辱这个字。我接着给你们念你看有时它指向的就是说这个辱华有时候它指向的是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有时是一种被误解或简化的文化呈现，有时甚至只是外部世界对 China 的陌生想象，对吧？因为全世界很多地方人他是对 China 他是不了解的，或者对 Chinese 他是不了解的，他有一些刻板印象，也许就涉及歧视了，对吧？他有一些陌生的想象是他不知道的。那这些东西是就因为放到英文的语境里，这些东西都是 China， 但是华这个字儿是值得被单独拿出来去构建它的那你可以理解我这个系列的节目就不只是为了解构了可能有一些东西我拆开来这个现象告诉你们本源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为了去构建一些东西那你可以认为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个系列的第0期因为我过2天我会做第1期，那在第1期里我就不想把我整个这个系列要做什么再去重新讲一遍了那每一期是针对不同的这个角度不同的话题，我就直接进入这个正轨了。所以用今天这期节目我废话多一点，把这个系列要干什么给大家讲透。所以我说本系列这个辱华的华When China becomes 华，关注的并不是要判定就是哪些行为算不算辱华呀，我们不是要聊这个东西，这太浅显了而是反过来要追问一个更基础也更少被讨论的问题，就是在辱华这个指控中被动员的那个华究竟是什么？就是我们一说辱华，这个华到底在是说什么呢？指的是文化吗？是一个族群吗？所谓中华民族吗？是这个历史文明吗？是这个国家中国特指中国，还是指这个中共这个政权呢？对吧？还是一种被临时调用的情绪与身份符号呢？有的人一说就是你歧视我，你辱华，是不是这些东西你在滥用，你调用过来临时的呢？这些都值得探讨。
所以我说这个在英文世界中这个华并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对应词汇，对吧？没有，它往往被直接翻译，甚至等同为 China。但是在中文的语境里，恰恰是这种错位的使一个原本可以被区分、被讨论或者被批评的这个 China， 被重新这个包装包裹、升格，转化成了一个不可触碰、不可质疑的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说 China 这个词在英文语境里，你可不可以批评这个国家？可以，对吧？他做的不好的地方你可以批评。这个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可以。这个政党可不可以批评？可以。甚至 Chinese 中国人可不可以批评？可以。这都是可以的。那你不能一批评，在这个你的这个语境里，你就把 China 把中国直接上升到变成华，你变成你辱华了，你不能有任何的批评。这有一个什么错位呢？就是我们的观念里觉得华是特别美好的东西，是我们可能几千年这个族群，对吧？这一块文明所创造出来的精华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华。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一说辱华就是你看不起我，你把我们几千年这些祖先辛苦创造出来的这些精华，你去侮辱它，这是不可以的。这就是华这个字和 China 完全混用之后的一个恶果。因为好的东西我们要呈现给这个世界，就是华的部分，对吧？但是你一定要认清，就是整个的这个文化，这个国家 China 所对等的很多东西，这个里面有很多糟粕的东西，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有很多必须要去批评的地方。所以这个错位就在这里，一旦批评就变成辱华，对吧？我要在这个地方把它们拆分开。所以我们这个系列的英文名字就叫 When China Becomes 华正是这个辱华得以成立的关键时刻，就是这个转换你把 China 等同成华的这个时刻以及华这个概念在整个除了中文世界之外的非华语世界或者英文世界，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有一个华这么一个词儿，这么一个概念是不等于中国，不等于 China 的，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这就涉及到一个构建了，对吧？之前把它们拆开是解构，这是我擅长做的。那怎么样把它们构筑起来？这是我想去学习的。就是说，把那片土地、那片历史、那个文明下的很多精华的东西，怎么样能跳脱出中共的叙事？因为中共说讲好这个中国故事，对吧？讲好什么中华文明什么这些故事。但问题是，这些故事的讲述者都是中共自己或者他培植的一些账号，讲述的方式都是服务于中共统治的，那里面有太多的歪曲有太多的变形，有太多不符合真实的东西。我认为这个华中华里面的这个华，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如果你用一个虚假的外衣去包装它让它必须姓党，必须披上5星红旗它才是华，我认为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抹黑，本身就是对这个华的一种侮辱，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辱华的，对吧？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吧？我们举很简单的，你文化大革命，你烧了多少书，你砸了多少古迹，你这个行为不是辱华吗？最辱华的人不就是你中共吗？所以我觉得讲这个道理大家就能理解了吧？华究竟是什么？我觉得需要每一个华人，对吧？或者你讲华语的人，或者你对华这些文明
感兴趣的人，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努力去重构，把那些好的东西从中共这一套虚假叙事里给它揪出来，脱离出来，在这个墙外啊、海外一个自由的世界去重塑华应该代表的这种美好。这也是我这个系列特别想干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说这个系列完结不了啊，可以一直做下去。好，我给大家念完我的这个对这个系列的定位啊，我说然而本系列并不止步于拆解辱华如何运作，更重要的是尝试把华从这种防卫性的工具化的使用状态中抽离出来，重新回到一个可以被理解、被定义，也可以被讨论的层次。因为我们要细致一点，不要动不动就辱华了，不能聊了，这也是辱华，那也是辱华，对吧？我们要把华这个字摊开给全世界，大家都可以在这里交流，那华才能有焕发新的生命，对不对？华才能真正的所谓的文化输出融入到整个这个人类文明的构建中去，起到更远的传播，然后甚至能启发别的文明。所以如果华不只是用来回应冒犯，它是否还能指向某种文化经验啊、历史累积与价值实践？如果华不再被等同于国家或者政权啊，不跟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共这个政权划等号，那它是否能以更开放、更复杂的方式被世界所理解？而我们又是否有能力在不依赖这个敌意与对立的情况下，说清楚自己所认为的华是什么？这也是我特别想做的实际上我在天视那本书当然了，就是距现在都很多年了嘛，我从构思写完到现在都那么多年了。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出中国，我还没有这个计划我也不为这个统治者去书写，那我就写自己这部作品。我在那部作品里所投入的情感，就是这句话和我现在这个系列节目想干的事儿，就是说清楚我北京我认为的华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批评中共或者批评中国现在所有这些东西批评了就被人家扣辱华、扣知黑的帽子，对吧？扣反贼的帽子，我都说了，我全不是。因为在我心中有一个非常美的中国梦，不是共产党的那个中国梦，在我心中有一个非常美的华这个字，是这个文明、这片土地和生活在上面的人所应该展现出来的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在的一个面貌，应该是很美的、很文明的，可惜没有。那为什么没有？这就是我们要批评的原因为什么它没有实现我们心中的那个中国梦，没有到达那个高度，没有实现那个创作出这样的文明呢？谁的原因呢？这个制度的原因，这个政党的原因，这个文化流传了几千年其中的糟粕的那部分的原因都有，对不对？都有。那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勇敢的去批评它。你不能说这个全都大杂烩，全都叫华，全都叫中华，哪块都不能批评，一批评就辱华，不能这样吧？所以这就是我要做的。解构，然后再去重塑华这个字，我的理解是什么？当然我也很想听到你们的看法，你们的理解是什么？我们一起去做这个系列。OK， 我说在这个系列中我会以具体事件流行叙事、文化符号与争议案例为切入口，就是我们也还是会聊这些热点话题，要不然没人看呀，对吧？你像最近的什么这个柯南、辱华这些事儿这些我都会聊我一个一个聊。
所以一方面拆解辱华的这个生成机制，另一方面也尝试探索华作为一个文明与文化概念，还可能具有哪些未被充分呈现的面向。这就是构建和重塑的部分了。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我这个系列不是说每一期都会讲一个辱华事件啊，下一期又是一个辱华事件，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一些辱华事件，我们拿来分析，拆解里面那个辱华的华，那个华真正应该什么样，他们是不是都理解错了？那有的时候我会拿一些现今这个时代啊，无论中国还是别的国家，对于华的有一些部分的错误理解啊，这个错误理解可能是中共的虚假宣传造成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文明对这个文明很陌生不了解造成的，这些都是我们要聊的话题啊。好，最后一段话啊，所以这个系列的目的不是为了任何一方去辩护啊，而是让讨论回到它本该存在的位置。当我们说辱华时，我们至少应该知道自己究竟在谈论的是什么华，是吧？以及除了被动防卫之外，我们是否还能主动地说出属于自己的理解，并在未来的人类文明中为华保留更多可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做的，这个全新的系列，这就是我想做的。我们不能够看着这个几千年的文明里边的这些美好的东西被中共被那个国家以及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么持续的毁下去，太可惜了。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创作者，这是我的一份天然的责任，我必须要做这个事儿。当然，除了我自己去继续用华语创作这个新的作品小说也好，电影剧本也好，或者现在这种 AI 可以加持下的一些新的内容表现形式，我都会去尝试。那除了我个人的努力，包括我自己成立的这个2084 Studio 的这个工作室的努力之外，我觉得在这个频道用这样的形式，包括你们的加入，大家的互动，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今天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原因我这几天又封存了一些节目进会员区，现在500期了嘛，所以我就会看到我2、3年前做的一些节目的标题，我觉得我解构的已经够多的了，我觉得我批评的已经够多的了，很多话题我说了都不止1、2遍、2、3遍。你想1000多期节目，你想想我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呀？所以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能够建构一些东西，是不是能够找一些不同的角度了？因为之前这些角度我都尝试了太多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但不代表说我以后就不批评了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我想做一些更努力的事情，做一些我没尝试过的角度，大概是这样。OK 吧，那就差不多说到这里等于我就把我这个频道现在这1000多期节目几乎所有的内容，是吧？因为好多内容其实也没有办法纳入我刚才说的所有这些播放列表里我也可以建立很多新的播放列表，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了。现在这播放列表已经很多了你们就是如果是一个刚刚订阅我频道的面对着这么多的海量的内容，很茫然的，那你听完我这期节目，那就去找你喜欢的板块去听，对吧？你喜欢听对话，还是喜欢听这个我讲文化大革命，还是喜欢听我讲老子，还是喜欢听我这个讲新疆在教育营还是我做的一些解构你或者跟书有关的，跟宗教有关，跟哲学有关，
跟影视、动漫、游戏有关，你都可以去找你想听的，找这些播放列表去看。或者你要是说特别喜欢我整个对我这个所有的节目你都感兴趣，那我们还有一个大的整个的播放列表今天这期加上1065期都在里边你也可以去听。之前500期都封存了你要还是感兴趣，你可以充会员也不贵会员权益你就自己去查就好了不充会员也不影响你看我这些新的节目，因为我新做出来的节目基本不会就直接锁进会员区了除了每个月给这个2档会员做的专享直播之外，有的时候呢，比如我今天已经更新过了，但是我又做了一期节目，因为我不会突破这个日更嘛，几乎不会突破日更这个频率，所以呢，我就会把一些节目呢就先锁成这个会员抢先看那你等一等也都能看到了，因为我知道有些墙内的朋友很支持我，给我有的时候发私信说很支持我，但是就是不方便充会员或者用一些方式来支持我，这都没关系的这都没关系的，就是我就是告诉你们你都可以看到你都可以看到念2句你们的留言好吧，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好你说你现在在干嘛？学习日语入手，重新学习写繁体汉字。对这不是很好吗？因为日语的那个繁体汉字跟这个台湾这个繁体汉字和香港繁体这3个系统有些词儿这个写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曾经写我第一本这个作品的时候那本书的时候，因为是完全我自己做的校对，所以究竟是用台湾的那一套繁体字库还是香港那套是不一样的我原来以为是一样的，后来发现不一样。我在那一次教学过程中，我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OK 你们说什么？只要辱了华，让用会华语的亚裔就蒙上了羞耻感，会激励最底层的这个价值观。对，我觉得可能我会关注的点不在于说这个。就可能更多的就这个系列关注可能更多的就不是说中共用辱华这个词儿是为了什么，我觉得太浅显了。我觉得你们都明白，对吧？我不用我分析，你们也都明白为什么反复提这个词。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热的词儿，但是我们从中呢，真的有很多观念问题可以聊以及我刚才讲了更重要的，我们想把这个华的好的东西挖掘出来，我们自己讲。我们不听中共去讲，对吧？也不听那些亲中共的那些什么这大 V 那大 V 讲什么历史故事的那些东西，我们也可以讲。但是我要把真相讲给你们，把真正的这个华里面的好的这个价值观讲给你们，这是我特别想做的。你说我吗？独立评论人是说我吗？好，这位观众说就是说这个CCP 不能代表中国和这个文化是吧？这个问题就我解决不了是吧？ CCP 到底还要支撑多久我不知道，这个我也没有办法，但是呢我能感受到就是这个文化本身被毁坏的这个急迫性我是有这个急迫性，因为我是内容和这个文化的创作者，我是创作者，我很着急我之前在墙内着急是因为这个中共这个审查制度我觉得这种审查制度导致不只是我个人了，所有的这种创作者好的东西出不来都被毙掉了，都自我审查自我阉割掉了，那你这个文明这个族群的这种文明创造力就没有了，你不能干涉这个创作的自由，这是我认出来之前的感受到的这种憋屈那我认出来之后，我现在创作是自由了，对吧？我现在正在写的这个第4部小说，这个徐州之旅可能再过1-2个月你们就可以正式出版了，到时候我会再给你们介绍。但是这个书的内容，我这么跟你说，可能100年后在中国都不能出版，就太颠覆了这到时候再说吧。所以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现在我在外面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原本我在认出来之前，我原本对海外的华语世界是有一个希望的我会觉得，因为自由嘛，对吧？没有中共管的，那这些人，这些海外的华人，这个华语世界是不是更健康一点？是不是更蓬勃一点，有生机一点？但是很遗憾，我出来混了3年多，对吧？虽然不是个大 V，但是也有点名气吧，混来混去的。我一直独立的去观察这个世界，很遗憾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我不否认有，但是整体环境很糟糕，很糟糕。怎么说呢？你们提的这些人名我就不念了不想念了，因为我觉得批评他们太多，没什么可说的了。所以我原来挺指望这些大 V 的，就是这些有很多粉丝的100-200万也好，几十万也好，甚至10万，反正都比我多，对吧？我原来很指望他们的影响力。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在智慧层面，比如说把我讲的老子的一些东西把我讲的这些宗教哲学东西，他们如果能够听进去，那也许他们想法就变了。你看我多幼稚是吧？然后他们想法变了之后，在平时他们讲给他们观众的时候，那凭借他们那个影响力，不就可以影响很多人嘛，对吧？不需要我成大 V 那他们继续去当大 V 就好了嘛。这是我原来的想法。包括建立对话，我觉得华语世界都各玩各的，每个圈层都自己玩自己的，封闭起来，全都拉黑，互相全都拉黑，全都在一个同温层里去骗自己的粉丝，就这么去。那我觉得如果能突破这些圈层，大家多建立对话，这不是很好的交流吗？互相可以理解，是有助于这个社会发展的呀。结果我发现也不是这么回事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去努力的去拉这些对话，去刺破这些东西，遭人白眼被人背叛，然后去背刺。就我这3年多承受了非常多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继续做，虽然很困难，但我还会继续去做这个对话。但是整个华语世界的氛围是这样，永远是几个人一个小圈层，他们不停的对话，同温层互相取暖，互相吹捧都是这样，分几个小板块我就在中间看来看去。所以说实话挺失望的，我对海外这个华语世界。然后至于创作这一层呢，我现在也在努力的发掘就是想看看，尤其是面向年轻人。我最近做了一个尝试，就是去试着接触一些币圈的人。我不是为了挣钱我也不懂虚拟币，我也没有，我也不会买我有，就是曾经有一个人买我的书是用虚拟币支付我的什么具体多少钱我忘了，反正就是对等的书价的给了我一些，是那个叫 U 吧我一直珍藏着，我觉得这是我收的第一笔这个虚拟币因为其他东西我都不会操作。我接触了一些币圈的人都是一些中国年轻人，对吧？他们不太喜欢政治但是他们喜欢钱，对吧？当然谁都喜欢钱，我也喜欢，所有人都喜欢这个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在这个 AI 的时代，你可以从这些年轻人身上看到一种蓬勃的生机。就像刚才说要跟我对话的，我觉得你可能也是一个年轻人吧，就是现在这些中国的年轻人，无论墙内还是海外的，他们对于这些技术，一个 AI 的新的工具或者技术来了，他们非常的有这个理解力，他们可以第一时间去试用。在这个里面，他们可以创作出很多就是可能依托于华这个字之上的一些表现形式，但这些都是表现形式。就是技术再突破我可以很快的生成一个动画，很炫的特效什么，这些全是表现形式，包括音乐、游戏，这都是表现形式。但是那个内核，你讲的这个故事，以及它背后的那个内核、那个价值观、那个观念是什么？
是华里面的精华部分吗？还是中共给你洗脑的那个糟粕的东西？或者跟中共都没关系，就是这几千年文化里边的糟粕的东西，你反而当成一个精华，在这里拿这些新的技术去包装它，这些东西是走不远的，这些东西是没有可能被这个人类文明真正接受的。所以我想解决的也是这部分东西，在海外能够建立起大家创作的这么一个好的氛围，然后让这些年轻人能意识到什么是那个内核的华内核里边的最好的东西，然后你们拿这个最好的观念、最好的东西，再去结合上现在这些先进的技术，你们再去创作，未来是你们的，我们都老了，对吧？你们去创作，把这个华发扬光大。anyway 了，不说了啊，这个再说就越说越大了，是吧？我没有那么伟大啊，什么都不是啊，我什么都不是，但这个就是今天讲的这一切啊，就是我这3年多在这个频道以及另外2个小频道3个频道所做的这些努力，这些结构、这些尝试有成功的系列节目，也有失败的系列节目都讲给你们了，以及我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全新的系列也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好吧，那我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拜拜，谢谢，拜拜。